好，总统的维安警官呢说报了泄密这个消息啊，就他把赖清德的行程啊、路线啊告诉他朋友了，到底是为了吹牛，还是真的像他们认为说呢被对岸势力呢吸收，所以泄露总统的机密行程哦，到底怎样？今年8月刚发生，宪兵211营就是天下第一营，宪兵呢这个用手机翻拍机密文件传给中共情报人员。哦，那还把他的这个任务交接给他的学弟。那现在又发生了这个保六总队的警官呢，泄露总统的行程啊。那国安局说绝不宽待啊。那另外呢，这个他是保六总队嘛，所以火速的开闸停职了哈。那这是2线2的警官啊，2线2啊，已经被收押了。另外呢，这个立委说应该加强忠诚考核，他到底忠诚有没有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曹某涉嫌泄密等罪遭羁押案。保六周4一大早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因为总统维安再出包，泄密者更是从保六借调出去的警官。检调是在查其他案件，涉案人的手机竟然发现有特勤内部机密档案，包括总统不公开行程和接见国内外人士名单、维安警力配置以及移动路线等，都是由万里警卫室的曹姓保六警官提供。业于本月8日遭特勤中心解编，归建本总队。曹远在本大队服务一直以来工作期间表现得正常，没有风闻有违法违纪泄密等情事。这名曹姓保六警官81年次，32岁，83期，曾在成大3年之后警大毕业。2018年赴保六报到，今年520后获推荐通过转特勤中心。据悉隶属于世卫编组。遭约谈时，他辩称只是有人询问，否认涉及金钱交易等不法，但检调忧心他曾向维安团队探寻讯息，外传机密总统行程档案，最后依泄密、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声押获准。我们当然也会持续的来强化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保防的作为，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可能的一个渗透作为呢，来进行反制。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审判阶段，总统府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对于个别人员涉嫌违法伤害警察形象，绝不宽待。宪兵211月初才爆出4名士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给中共，这4人工作内容涉及总统府定点站哨，但现在泄密行为竟然直逼总统的核心维安权。总统维安持续出包，如何不破网，恐怕得大肆整顿一番。好，世觉。这个我第一个好奇的是说，这个曹姓员警从保六到特勤队，就我的印象所及，我们去年在大选的时候，第一阶段还没登记前是保六负责，在你正式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以后，就由国安特勤接手，那人完全换掉了。所以第一个，为什么会总统的维安团队里面还有保六的队员？这个是我第一个纳闷的问题哦。第二个，这个事情怎么出来的？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我们这样子，这个资讯出来，第一个他泄密给谁，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泄密的不知道，但是就是知道有泄密，然后知道总统的路线这个被外泄。对于我们的假想敌来讲，这不是也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我们的总统资讯是被外泄的吗？那这个资讯怎么出来的？他出来的目的又是如何？但是身为一个元首的行程被外泄，我想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也绝对不可以哦。那我想讲回来，刚刚前面这个韩国的部分，我觉得南韩的内政应该对于美国来讲是不会太大的影响。我印象当中，2019年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美国、朝鲜、韩国在这个自由之家的会面，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是一个商人。我认为他一定凡事用谈判的角度去做思考。那南韩现在的这件事情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借鉴。还有一个最大的借鉴是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你轻易的发动戒严，其实是我认为这个力道是很难去彰显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军人自己都已经犹豫了嘛。到了国会，他也不敢有所动作，因此他的戒严并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我觉得韩国的例子套回来，刚刚香龙大哥讲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例子。台湾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找假想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削弱执政党的对手，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在野党。好吧，这个行政院的政委呢，新聘了马永成，那说为他干嘛来呢？说他等于是政治组的政委，因为要他来强化政府的论述哈。那换句话说，罗马都回来了啊，罗文嘉、马永成哈，看起来陈水扁时候重用的人呢都回来了哈。那原来呢是纪连成但是呢他这个政委的业务叫防卫韧性业务。那纪连成呢，因为说还是一些比较老式的
军方的想法，应该地方配合中央，跟民进党的想法呢，什么中央地方呢要分工合作一起来不一样所以被质疑还是传统军方的思维那所以呢，这个用马用成来，那李彦秀说凸显赖清德不信任英系人马，所以现在找了扁系人马那说呢，赖清德这个林义君说呢，又回到台独的舒适圈扁系大将回来了那香港怎么看？赖清德的人事的运作，在寻找我们固然会从蔡系或者扁系的角度去看，可是其实他用的都是跟他同一代的人。赖清德跟罗马他们是同一代的人，换句话说，他找的其实是他在过去在街头，从他从政之后，从他们呢在加入民党之后，就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的人，现在出来的都是野百合时代的。所以他不见得是针对蔡英文，而是寻找他自己比较熟悉的人际网络。赖清德毕竟跟蔡英文不一样，蔡英文是从外面来的。换句话说呢，他在民进党里面本身没有派系，没有过去呢共同的那种打拼的背景，那没有一些的渊源，所以他的人脉呢是在民进党在当时非常脆弱的情况下面，民进党许多人对蔡英文呢投怀送抱，希望知道蔡英文呢手上是别的没有，就是权力资源多，所以呢去跟他分享。但是赖清德不一样，赖清德本身呢是在民进党的框架里面的人，这个框架里面的人，他用的人以及他能够呢分配的资源，他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那现在赖清德花比较多的功夫呢，是在处理不管是的内部政治或者是外部政治，是高度政治化的。赖清德现在处在一个其实比过去领导人比较有利的位置，就是台湾的总体的经济情况不差，所以他没有太多的那种的经济焦虑。没有太多的经济焦虑，不会让他焦头烂额的觉得每天像陈水扁刚上来的时候，陈水扁从头到尾的一致性的口号就是拼经济，拼了半天之后呢，也没有拼出个啥，可是那个呢对他压力呢就非常大。但是现在的赖清德，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中美之间正在脱钩的关系，台湾呢深度整合在呢美国的供应链里面，台湾在现阶段来讲，还可以跟着美国呢吃香喝辣一段时间，到他把台积电掏空为止。在这之前的时候，赖清德暂时没有经济焦虑。不会太差，所以专注呢在政治跟所有的军事对抗的议题。不过操作的风险呢越来越大了。我们刚之所以呢我们会关注韩国，除了韩国在各方面，台湾反正什么东西都想跟韩国比一比的这种的心态之外，它真正的根源是南北韩跟两岸，两韩跟两岸是联动性的。就是南北韩会发生事情，南北韩有事，我们常常听到呢，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但是其实对台湾来讲，真正该思考的是南北韩有事，台湾一定有事。所以今天呢，在南北韩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的动荡跟不确定性，台湾应该高度警觉。可是台湾的可怕就是，台湾似乎在这个事件当中，我隐隐然的认为，同一个时间尹锡悦在做的事情，跟同一个时间民进党在做的事情，它似乎有同源性。为什么在11月6号美国总统大选结束，拜登感觉上面呢，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时候，南北韩呢跟两岸突然间就乱起来了，背后不会这么的单纯。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呢，用一些人呢去操作政治，想要去呢形成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政治论述环境，但是最后决定了台湾命运的仍然是两岸。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今天第一次开庭了，郑文灿因为涉嫌受贿500万，桃园地方法院今天开叫做程序准备庭，下次开庭12月30号，好，所以其实也蛮快的哈。那郑文灿今天这个说瘦了1圈啊，那肚子也没了，哦，发型也换了，哦，说差点认不出来了。记者说哇，这个交保113天都没有露面，啊，听说最近什么事情他都不出面啊。郑文灿苦笑，人家记者问他说：“你瘦了？”可见我有多委屈，委屈的都瘦了啊。那另外呢，他说他深感委屈，而且他坚持他无罪
而且他说检察官也不是神，办案也不会100%，法院会还我清白啊。那另外呢，他说呢，这个不是一个提袋给他500万吗？他隔天才发现有这个手提袋，而且不知道里面藏现金，所以他是受了别人的诬陷，还放个提袋在你手里，拜托你一件事情，你都不看那个提袋是什么，然后还被别人诬陷，很奇怪嘛，对不对？金建熙也没有看那个提袋啊，你也不是一个傻瓜，是什么事都不懂的那另外呢，他因为说是他被他这个送钱人被监听了，他才退他说是纯属臆测，没有证据而且严重违背常情。既然我已经知道他被监听，我干嘛还要见他呢？不见了就好了所以检察官有严重的错误认知，到底检察官怎么错误认知？我们看一下。上一次露面已经是113天以前，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嫌贪污首度出庭。今天还是做无罪答辩吗？今天会认罪吗？你有没有贪这500万啊？不发一语就进到桃园地院，但明显看得出来，将近4个月没现身的他，身形明显消瘦。郑文灿卷入的是华雅科技园区土地开发贪污案，桃园地方法院上午首度传唤郑文灿。7月初，郑文灿首度遭到声押，至今半年，进入法庭攻防，否认犯行，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甚至认为检察官在起诉书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误解。他认为，其实都市计划其实是一个非常冗长、非常专业的领域，但是检察官在起诉的时间似乎有点短促，也因此呢，疑似是没有搞清楚规定就直接起诉了。他强调，106年9月14号。与廖俊松仅交谈10分钟，根本不晓得对方留下现金袋。隔天发现后，马上通知对方取回。后来又改联系他的儿子廖立庭，但2人都没来拿，卡到市政工作忙碌，才选择在隔年还钱。郑文灿质疑2大点：500万元的现金袋与公武扩大案有错误因果连结，家中保冰袋装的600万现金也不是受贿赃款。郑文灿涉贪案一共起诉11人，有好几人都认罪，像是前台塑高层侯水文，开庭后翻供认行贿。廖俊松父子也认，其中廖立庭夫妻转为污点证人，只有杨兆麟仍否认犯行。就又有污点证人，又有这个自己承认犯罪郑文灿说他都不知道，都不是我觉得蛮难的了来，嘉瑜怎么看？刚在讨论这个野百合学运，马永成、罗文嘉、郑文灿都是那个时期包括范云等等大家如果还有郑丽君。那现在有的就是在庙堂之上，那郑文灿也曾经是民进党里面非常优秀，被号称是胖诸葛，这是蔡英文戏称他，然后到现在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是蛮难过的啦。就是你看他在台大是台大电机系，然后转社会系，一路以来也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然后就进入政坛之后。这个就是转变非常的大。那无论如何，我想他的政治生命应该就是到此为止了，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发生，无论他现在如何要捍卫自己的清白，或是主张这个证据能力有问题等等但是社会上确实是在政治上也都是死亡了，应该是这样讲嘛，政治性死，社会性死亡。是宝兄，这个郑文灿我想要全身而退，我看是很困难的了旁边已经刚刚邵光松所提到的，已经有污点证人了，有些实证了等等的那他今天讲这些话，你会乍听之下，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道理的味道。我觉得他这些讲话都是律师教他的，律师教他的，就怎么样能够闪这个闪，说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问题就在于说，那他在你家放1年呢？如果你说放1天，也许这个话还可以讲得过去。你放1年，那加上其他的证据我觉得要全身而退，真的非常困难。可是我回过来，刚刚提到的这个嘉义提到了说野百合这几个罗马2人，罗文嘉我讲一下罗文嘉最近在内政委员会、陆委会预算的时候是审海基会的预算结果海基会董事长是谁？吴峰山，这个是艺文界或者是文化界的大佬，哇，他就有大佬的不抬头一般来讲，你是董事长，你要报告吗？要不要？当然要报告了，立法院把你请来了，他就说这个报告我叫秘书长报告，叫罗文嘉报告，怎么会天哪！主席说
你就照着念了不可以啊。他说这个啊，事务性的工作啊，这个小事啊，秘书长处理啊，我处理大事了。他就这样子，一开始就姿态这么高，然后那种委员就傻眼了。那你就发现到，我要强调重点不是在这里，我要强调重点是于说，这个陆委会主委是邱垂正，吴峰山是这个海基会董事长，秘书长兼副董事长是罗文嘉。我说你们3个如果排起来，罗文嘉是第3，实际上罗文嘉第1啊，因为他讲的送梅花鹿，陆委会不知道啊，他讲到什么26基地，什么26阵地啊，你要说骂大陆人什么的，这26共识，后来讲26共识，说马祖有一个26基地，我就问了陈雪生说马祖有没有26基地啊？他说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过有26基地啊，怎么来个26基地？他讲出来个26共识，你在是啥哦？所以我要强调是说，罗文嘉付出，他是权力很大的。我就问了邱垂正陆委会主委说，你会不会担心他过2天爬到你头上？他还讲一句话，乐见其成，乐见其成。那马永成现在过来这个政委，他绝对不是光杆子的政委，大家认为一般政委是可大可小。这个政委大家就想到什么？大家会有一丝丝的联想说，2个都付出了，下一个阶段是不是要放阿扁了？那因为按照现在的特赦相关的法，赦免法里面，阿扁的官司没有走完3审定谳，他是不能够特赦。会不会找马永成来帮忙在这个法的这一部分，怎么样召集一些人，怎么样钻一个漏洞，可以让陈水扁被释放掉？因为这也是赖清德对外的承诺，要释放陈水扁。乔伟，如果家里放500万都不知道的话，那我真的很好奇，郑文灿的家里到底放了多少别人送的，可能是现金，可能是小礼物，因为就是可能堆很多才会没有发现嘛。一般的人家里如果多出1万块，可能都要去询问这笔钱到底哪来的了。但郑文灿可以居然没有发现，然后到之后才发现，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真的是民进党支持者，又或者是民进党自己的人可以买单吗？但是我觉得也不得不怀疑哦，检方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毕竟赖清德想要对郑文灿，就只是想要对他的政治生命进行谋杀、进行追杀。那在郑文灿他被羁押的时候，其实这个目的就已经完成了。就像其实刚刚嘉瑜委员自己也说嘛，他们自己都认为郑文灿已经没有之后的政治生命了，所以这个目标完成了。接下来赖清德还会不会持续在郑文灿身上动刀？会不会真的把他关起来？我觉得真的要看灿哥的表现，因为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国民党提出来的一些弊案，还有包含霸凌的案件，救安基金到底有没有贪渎的问题，事实上检调都不查，所以面对国民党都已经事证这么多、这么明确、这么多的弊案，检调都不查，所以我觉得检调接下来要对郑文灿会查到哪边，完完全全就是政治考量。蓝轩。我是觉得对郑文灿来说是真的，就像尹锡悦一样，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啦。那只是说他接下来判刑的状况怎么样了？因为目前的状况，他第一个通联记录也有了，然后现场也抓到这个现金袋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人证通通呢都开始转为污点证人，通通认罪了啊。那甚至呢，最新呢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除了说他当初收的500万之外，还多了一个678万，说可能有别的案子，所以呢还生出支案来啊，就是说案上加案。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郑文灿来说的话，坦白说，不管是胖诸葛还是现在的瘦诸葛啦，我觉得对于这个野百合来说，他算是一个最象征性的人物，但他现在却很可能呢，接下来要成为阶下囚。所以其他的，我觉得野百合的世代哦，因为刚好这个年纪大概就是5年级生了，大概就跟我们差不多那个时候，那就我们大学毕业的那段时间，他确实是在一个整个政治资历上面来说，相对来讲应该是最成熟的。但我觉得这个罗文嘉跟这个马永成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还有包括林德训，他们都因为陈水扁被耽搁了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因为陈水扁的本身的这个涉案，所以他们突然之间呢，就等于是这一代人就被扫出了这个政坛，所以某个程度来说，我觉得相当的就是说，他们似乎有点像弥补那段时间这个的青春权力的真空一样，那这个赖清德就给他们很多重要的位置，但是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位置本身，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适才适所？我觉得这个问事上是有个问号的啊。我觉得当然同意说当初罗文嘉、林德训还有这个马永成他们
叫做堪称铁三角，很年轻就进到了这个陈水扁的这个阵营当中。但是重点在于说，你现在出来要去做这些事情，你赖清德是不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刚才这个赖委员特别讲到罗文嘉，请问一下罗文嘉如果说他是一个可以开大门走大路的人，未来赋予重任的人，但他现在有讲出任何不一样的话来吗？我觉得完全没有啊，他就只能够跟着赖清德的调着走，不是吗？所以过去的罗文嘉，你看到他在陈水扁那个时候，在两岸的政策当中，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毒啊。但是问题是，你看一下罗文嘉讲的话，你看不出还有任何可能松绑两岸的可能性嘛？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当罗文嘉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吴凤山也那么的尊重他的时候，却还是只有呢在那个窠臼里面团团转，就像这郭志辉一样，他连讲个核电、讲个核能都马上要收回来。所以马永成，其实在我认识的马永成，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比罗文嘉还高。他其实真的很懂得做这些人际关系、调和顶鼐，那他的这个所谓的作为一个幕僚。这个提供一些判断，但是如果今天赖清德要找他去做，我不晓得什么防卫我不觉得这是马永成的专长。如果他真要的话呢，可能对于他来说，帮忙去沟通一些派系。因为赖清德目前在民进党内，坦白说，很多派系其实是不服他的。如果他去沟通若干的一些政治当中的内部的政治工作，或许还有一些效果。但是真的能够在赖清德的一个很独断的想法底下，这些的一个百合世代能够开出一朵别的花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有蛮大的疑问。好吧，郑文灿呢，因为他这个牵涉的案子有很多人已经认罪，转污点证人是多人所以法界说他翻盘的几率低了。但是郑文灿有自己的讲法，他说因为呢我们的法律呢自首或自白可以减刑，所以呢侦查机关用这个来威胁那些证人或者是那些当事人送钱的人，说你们自白就好，自白就好。所以呢他说这个舍小抓大，对这些送钱人就算了，但是呢大尾的要抓，事实上检调也可能是用这个策略，但是你不能说他这个策略不对啊。那郑文灿认为这不对，所以呢，很多人本来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只是乱咬他郑文灿是用这样来想办法来脱罪了。我们继续再回来。